嘿，大家伙儿早喽！7月20号，星期四。这周过得特别快，这周工作也忙。今天是我的第2个训练日，臂套戴上了。这边太闷热了。因为现在我在屏幕上展示的温度是气温，而去年同期在北京的时候，基本上我展示的是天气软件给的体感温度，所以会有一些差距。这儿差不多现在估计得30到32的体感，也还是因为我北方人嘛，不是很适应，慢慢来。当然臂套胳膊就会觉得比较的干爽。先跟大家做个预告啊，我们明天会评论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周六我的最后一个训练日，和那位老哥约了去跑一个公园跑，一个5公里的公园的小比赛。做个家庭的联谊活动。这样的话，周六的视频会发的晚一些，我应该会在下午才能发，大家抱歉啊。就拍那种活动，不过肯定是不可能像昨天那么冲了，因为第4个训练日，我这2天也不打算为了这个比赛去减量或者怎么样，就正常轻松跑。而且甚至还得想办法加一加，因为那天是要早晨坐地铁去一个地儿，7点45到达，8点开跑，跑完应该就然后在一块儿聊聊天什么的，就不再凑距离了。这就是安排，所以有什么想聊的，弹幕评论。今天跟大家聊点什么呢？聊聊根据昨天这场训练吧，跟大家分享分享。行，那一会儿再聊啊。昨天那堂课还是挺刺激的，但是其实我看弹幕也有小伙伴说啊，我昨天的绝对速度其实是很一般的，因为这种早上起来的训练，如果不吃饭，其实也就这样了。你们看，我那年有一次故宫一圈是4公里多一点，比这稍微快一点，因为短嘛。像昨天这种是要有一个规划的，你不能一开始冲得太猛。去年故宫那一圈跟昨天气温差不多。昨天非常感谢石川先生，昨天石川先生带的很稳的，他其实我感觉他是按照3分40的配速在带，当然有的时候可能会前后差1、2秒，最后1公里多一点的时候开始加了一些速，所以昨天最快好像是335到338，最慢可能是340到342，我没具体看，停表的时候18分24。就跑进18.5嘛，18.5分钟。对于这种空腹晨跑已经很不错了。先说说之前的热身，其实跑步的热身呀分2种，或者分2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就是你们看到的那个，一开始做动态拉伸，踢踢腿。这种其实它不能完全叫做热身，它就是让你避免受伤。我这边这个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叫啊，北京叫寄鸟，就是知了、蝉，声音好大呀。小时候特别早起去公园看那个，就是退掉的那个壳，有的趴在树干上。像热身分2种的，那种动态拉伸就是为了避免你受伤，降低你受伤的风险。
平常的晨跑或者常规训练做一做就可以，你不用时间太长，3-5分钟。最好不要做静态拉伸。之后是昨天看视频的小伙伴也看了，我在到那之前跑了一个7.5公里，就匀速跑，差不多现在这样。这种呢，对于比赛来说，当然热身时间太长了。你要是参加马拉松比赛，基本上就是2到3公里。这种，像这种热身的作用是什么呢？是让你能够身体进入一个跑步的状态，一开始你就能加起速来。否则的话，你第1公里，甚至是前2公里，你会比你的目标配速慢。你觉得你也使劲了，但是速度起不来。当然，这对于大多数小伙伴问题也不大。但是您如果这场比赛是要拿一个很接近您天花板的成绩的话，那从第1公里开始就不能掉太多。像第1个5公里过程中呢，就像大家看到的那样，我努力跟是介于行与步行之间了。但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这种行与步行呢，跟刚开始跑步那几年的感觉是不一样的。就那种行与步行呢，是说，就是我深刻的知道身体的状态，然后不是那种咬着牙喘着气，就是那种每一步都要摔倒那种，并不是的，就是你觉得能力达不到了，就有心无力了。哦，对，更正一点啊，昨天另外一位 YouTuber 是今年大阪马拉松2小时24，不是2小时29。你们看最后那1公里，最后1公里保守的说，估计他们在2分50的配速吧。其实像我感觉对世川先生这种能力，他跑昨天的340，可能就像我跑415这种，或者是反正410到420之间吧，就很游刃有余。最后那1公里，你们看本田先生最后的加速，但是其实他也很拼了。他现在绝对能力全程马拉松应该要比我现在就当前的状态要快，我觉得5分钟左右。就等于说我们距离世川先生那个感觉还差2到3个台阶要迈。但是这种一般人是迈不上去的。其实你们看破了240的大神们，就是在235到240之间的大神们，基本上也就是我们这个状态，只不过就是比我们练得更狠一点，更好一点，更努力一点。再往上那是另外一个阶层的事情。昨天那个5公里和1公里之间间隔了大概2-3分钟。视频上的时间，你们看到5公里的这种或者1公里这种右下角的时间是从0秒开始计的，就跟你们看比赛直播那种似的。我会调一下那个的。至于心率，我其实不怎么看心率的，因为看了没用。就像比赛一样，你还有1公里，当前的时间是2小时36，你最后1公里需要4分钟之内完成。那你看心率有什么用呢？对吧？而且马拉松真的挺刺激的。刚才说的是1公里，假设你在过41公里那个标记的时候，一看还有4分钟，那心里其实很绝望的，你会恨死最后那195米的。所以健康人其实不太在意这个。你们看这边好多老年人跑步，昨天5公里，其中我有一个挥手打招呼，是对面一老大爷，那老哥的朋友。就他们确实比较拼，为什么拼呢？就是当然我们也在向这个方向走，就是不要把跑步当成洪水猛兽，说一跑就怎么着了，真的不会的。包括什么膝盖啊、关节啊、足底啊各种的疼，然后就归结于自己跑姿有问题，或者归结于自己跑多了。
这些其实不是的，不是因为你跑姿有问题或者跑多了，是你原来不跑。当然是跑多了，你要客观说是跑多了，因为你原来不跑嘛，或者说你从100公里一个月变到150，那你要是完全都特舒服，也不现实，是吧？还有11分钟才开门呢。看排第一个的大姐姐。所以只要你干了一件你原来不干的事儿，哪怕说你原来不喝酒，你刚开始练酒量，那不也不舒服吗？对不对？这儿昨天就在排队，不知道卖什么，卖票还是卖什么。所以真的不用想那么多。你们看老哥，昨天晚上还有11个300米的训练呢，59岁了。昨天我到这儿热身的时候，本田先生已经在一圈一圈的跑，挺快的在跑了。就是这些慢慢来呗，就是中国这个会越来越好。还有昨天又看见戴毛线帽子的非洲人了，其实他们那儿不热的，你们现在都有手机，你们看看肯尼亚首都，看看肯尼亚的气温，20来度。为什么人家出成绩啊？就跟咱们这某些那个中高原地区一样，它几乎就是4季如春。你要是在冲绳、在新加坡练，说实话，我还是那观点，就不要在热带国家搞这种项目。行吧，简单跟大家聊聊昨天的课。像这种课有什么用呢？其实这种课对普通的小伙伴来说，最大的用处就是激发你的信心，让你有战斗力，克服厌跑情绪。对身体的用途就是能够让你在马拉松的比赛中，在一个稳定的配速下坚持的时间更长。昨天这种其实叫阈值跑，也可以理解为速度耐力跑，就比我昨天的配速慢5秒，之后就可以跑16公里，这种就叫做速度耐力了。就像我每年的这个30公里测试似的，基本上就是状态好的时候是3分43，不好的时候是3分46，完成一个30公里的比赛前1个月的测试。也就是说，对我现在的能力来说，3分45的配速完成8到18公里，这就叫速度耐力的训练。如果是3分40的配速跑5到8公里，那就是接近阈值或者已经在阈值边缘的训练，或者微微超过吧。然后如果是4分到4分10，这基本上就是有氧的上限节奏跑，再慢就是有氧区间，再慢像现在这样就是轻松跑，就会刻意稍微控制一点，给大家个参考啊，不成熟的小建议。行，那今天先聊这么多，咱们训练之后见啊，加油干，加油干！7月20号星期四清晨7点15训练结束啊，第2个训练日跑了22.4公里，1小时53，平均配速5分04，功率194，心率138，步频197。今天就是轻松跑，明天应该也是轻松跑，之后后天早晨的5公里跟老哥一起跑吧。因为最后一个训练日不敢太冲，说实话，最后一个训练日如果你太冲，有可能肌肉积累的疲劳会让你有不期而遇的受伤。所以在公园里是第一次去的公园，从我家门口这条地铁线坐到头，20多分钟吧。行，今天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昨天那堂训练课的一些感受，还有主要跟大家说说热身。大家如果参赛，尤其是比方像5公里、10公里、半马这种要全程冲的这种比赛，赛前的热身真的是很重要的。单纯的原地的动态拉伸、蹦蹦跳跳，不是最有效的办法。在这个基础上，应该有一个2公里左右的轻松跑，
然后这休能堡里呢要穿插那么大概几次100米左右的小冲刺，这样的话你在刚一开始比赛的时候才能进入状态。大家可以相信我试一试，你不会因为一开始的这1-2公里造成说你就没劲儿了，或者最后就崩了，不会的。但是像昨天那种7-8公里就稍微长了一些，昨天跑完那个热身都已经有些疲劳了，再加上是不吃早饭的，所以就你糖已经消耗了很多了，你再跑一个强度的5公里是很辛苦的。但是正常比赛先吃饭的这种是没有问题的，好吗？那就这么着，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明天会评论啊，那咱们努力下训，加油干，加油干，明儿见。